家公、亲家母，除了3转1响36条腿，还要再加1000块钱的彩礼，少1分这婚你们就甭结了。亲家母，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之前说好的彩礼是200块，怎么今天定亲饭还没吃，你突然变卦，一口气涨到1000了？200块打发叫花子呢。我家宝根相看了对象，女方家要我们盖新砖房，你们家大海既然要娶我闺女，当姐夫的替小舅子出钱盖房，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爸，您别生气。大海，我可就这么一个亲弟弟，你连这点钱都不愿意出，以后怎么疼我一辈子？我出，彩霞你别生气，我肯定出。爸妈，1000块钱确实多，但咱们再想想办法成不成？我明天去厂里预支半年工资，再去大舅家借点，咱们全家勒紧裤腰带拼一拼，总能凑齐的。我保证，以后我下班去码头扛大包，绝对不让你们受苦。这钱算我借你们的。我重生了，竟然回到了大儿子和刘彩霞订婚的这一天。上一世就是因为大海这般苦苦哀求，我和建国咬碎了牙到处借钱，把刘彩霞迎进了门。可刘彩霞嫁过来后，不但好吃懒做，还把大海的工资搜刮得干干净净，填补娘家。大海为了还债，白天上班，晚上扛麻袋，因为太劳累，最终在35岁病倒人没了。这一次，我一定不能再让悲剧重演。妈，求你了，你说句话呀！你想让我们掏1000块钱替你家盖房子？行，那咱们先算算刘彩霞背地里干的那些不光彩的事儿。婶子，你胡说什么？我清清白白的。清白？有些事儿我本来不想说的，好歹2家人认识一场，我想给你们刘家留最后一点脸面。但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那就敞开天窗说亮话。上个月初5发工资，你哭着跑到大海厂门口，说你弟弟宝根得了疾病，疼得在炕上打滚，急需拿钱去镇上看大夫。大海1个月工资就32块钱。听见你哭，他二话不说，兜里就留了2块钱买咸菜，剩下的30块钱全塞给了你。他那整整1个月，天天在食堂啃干馒头就白开水，干重体力活饿得直冒虚汗。可实际上呢，第2天，村里人就看见你那个病重的弟弟生龙活虎的在镇上跟人溜达闲逛，他根本就没病。而你刘彩霞转头就用这笔看病钱去县城给自己买了一双新皮鞋和1件碎花裙。我啥时候生病了？彩霞，你说你弟弟生病，就为了骗我的钱去买衣服？不是的，大海，你听我解释，我就是看村里姑娘都有新衣服，我怕穿得太寒酸给你丢人啊。给我儿子挣面子，你是穿着拿我儿子血汗钱买的新衣服去给别的男人挣面子吧？上个礼拜2，你跟大海说你受了风寒下不来床，可是那天下午，你就是穿着大海给你买的碎花裙，踩着新皮鞋，打扮的花枝招展，在镇上国营饭店跟供销社新来的王干事相亲吃饭。你当时是怎么跟那个王干事说的？你说苏大海就是个出苦力的穷鬼，他1个月工资32块，给我30块又怎么样？只要你今天点个头同意这门亲事，我回去马上就跟他分手。你胡说，我没有。大海，婶子这是为了省那1000块钱彩礼，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我那天一直在家躺着，根本没去过镇上，你要相信我。我泼你脏水？你以为跑到镇上就没人认识你？同村的桂花就在那家饭店当服务员，她那天就在隔壁桌收拾碗筷，把你那些话听得清清楚楚。我1个月挣32块，给你花30，我吃了1个月的白水白菜，饿得胃酸都快吐出来了。你拿我的血汗钱去买衣服，和别的男人相亲，拿我当垫背的嫌我穷。刘彩霞，我不瞎，也不贱，这婚我不结了。你这种狠心肠的女人，白给我都不要。爸妈，我错了，咱们回家。亲家母，既然这婚不结了，上个月定亲我们给的200块钱定金退回来吧。退什么钱？没门儿！是你们家说不结的，这钱就当是补偿我们彩霞2年的青春损失费了。就是钱到了我们家，休想拿走。不退是吧？刘大婶儿，今天全是因为你闺女朝3暮4，骗吃骗喝。你既然不顾颜面，那咱们也别藏着掖着了。建国、大海，你们现在就去把刘家村的左邻右舍都叫过来，让乡亲们都来评评理，看看刘家是怎么教闺女的。装病骗钱去倒贴别的男人，我倒要看看这事儿要是传开了，你们家刘彩霞这辈子还能不能嫁得出去？那个王干事要是知道她是个脚踏2只船的女骗子，还会不会要她？你敢？别叫人，别叫！妈，你快把钱给他们，要是名声毁了，我这辈子就全完了。拿走，拿了钱赶紧滚！
建国、大海，咱们走。爸妈，怎么了？刘家人又整什么幺蛾子了？你哥的婚退了，以后刘家跟咱们没半点关系。什么？真是欺人太甚！这刘家简直就是一窝吸血鬼！刘彩霞那个没良心的女人，怎么敢这么欺负我大哥？妈，你刚才怎么不让我跟着去？我要是在了，非把他们家运子掀了不可。大哥，你别难受，那种嫌贫爱富的女人，就算娶进门也是个麻烦。退了正好，我不难受，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家里，为了我这破事儿欠了一屁股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和，你算数好，算算咱们家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家底。妈，今天退回来的200，加上家里的散碎活钱，一共235。但为了给大哥凑彩礼，咱们借了大舅50，邻居张大爷30，还有爸预支的2个月工钱，外债总共180块。要是明天把债都还清，咱们全家就只剩下55块钱了。55块，5个大人，这连应付个头疼脑热都不够。爸妈，明天一早我就去找车间主任，看能不能多给我派点夜班计线的活。下了班我再去码头扛麻袋，我拼了命也会把钱挣回来的。不行！建国、大海、大江、大和，你们听好了，靠死工资和卖苦力，咱们家永远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现在政策好了，国家鼓励大家劳动致富，明天把外债全还清，我们1分不欠人家，剩下的钱咱们当本金去县城摆摊儿做小吃生意。做买卖？妈，去县城摆摊这事儿能行吗？我在镇上是看到有几个卖瓜子儿、修鞋的，可别人背地里都叫他们2道贩子。咱们家要是去摆摊儿，村里人还不知道要在背后怎么编排咱们呢。就是啊，妈，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干力气活的，我也就学了点钳工手艺，做小吃生意，咱们1没经验，2没门路。要是把最后这点本钱都赔进去，家里就真揭不开锅了。大江、大海，面子能当饭吃吗？面子能帮咱们还清那180块钱的债债吗？我知道你们顾虑什么，但现在政策放开了，国家都在鼓励大伙儿劳动致富。人家南方沿海那边摆地摊挣了万元户的都大有人在，咱们凭自己的手艺，干干净净做吃食，不偷不抢，1分1毛都是干干净净的血汗钱，谁敢笑话咱们？我算了一下，县城里有纺织厂、肉联厂和化肥厂，好几万的工人，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愿意掏钱买，那赚的钱绝对比大哥干1个月死工资多得多。行，既然政策允许，老三也说能挣钱，那咱们就干票大的。可是妈，咱们去县城到底卖啥呀？包子、油条、阳春面，县城里国营饭店和老摊子多的是，咱们去抢生意，人家能买账吗？对啊，妈，您做饭虽然好吃，但包子、面条这些东西，谁家媳妇儿不会做？咱们拿什么吸引县城里的工人？包子、油条不稀奇，咱们当然不卖那些，咱们卖点新鲜的，带肉的。带肉的？妈，现在猪肉多贵啊，1斤好几毛，还得要肉票。咱们做带肉的小吃本钱太大了，县城里的一般工人也舍不得天天吃啊。谁说非要用猪肉了？猪肉贵，那咱们就用鸡肉，而且咱们专门挑鸡身上最便宜的鸡胸肉。鸡胸肉？现在人都缺油水，嫌鸡胸肉又柴又干，集市上都是便宜处理的，可他们不知道，这才是咱们翻盘的宝。妈，那鸡胸肉干巴巴的，做出来能好卖吗？你们不懂，这鸡肉做别的不好吃，但拿来做那样东西，那是绝配。咱们把肉片开，用木锤敲松软，加葱姜蒜和五香粉腌一整宿，等肉吃到了味道，裹上面糊，在滚烫的油锅里这么一炸，等鸡肉炸得金黄酥脆，捞出来控干油，咬上一口，外面酥脆，里面鲜嫩多汁，满嘴流油，香飘10里。这东西我给它起个名字，叫脆皮大鸡排。脆皮大鸡排？妈，听你这么一说，我都馋了。这县城里的人肚子里也缺油水，要是闻到这油炸肉的香味儿，那还不得疯抢啊！不仅如此，鸡胸肉进价极低，自己调面糊也花不了几个钱，就算咱们卖1、2毛钱一块，这利润简直不敢想。行，不就是做买卖吗？干了！晚秋，你的眼光准，这个家就该听你的。大江、大河，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全听你们妈的吩咐，让买肉就去买肉，要掉面糊就掉面糊，绝不能喊一声苦和累。保证不喊累，我们都听妈的。大海，爸，你先不用跟着去摆摊儿，咱们这生意还没见着回头钱，家里不能断了稳定的进项。你明天照常去农机厂上班，稳住你的2级工岗位，这是咱们家最后兜底的后路。等咱们家这鸡排摊子真在县城扎稳了脚跟，你再辞职来帮忙也不迟。爸，我懂，我都听您的。摆摊儿得有个手推车和煤炉子吧？这些家伙事不用去外面买，我苏建国亲手给你们打一饭最结实的。好，那咱们明天一早就兵分2路，跟我去买肉。咱们先在家里炸出这第1块脆皮大鸡排。
大江，跟上，咱们今天得赶第一波去镇上的集市，去晚了就挑不到新鲜的了。放心吧，妈，我腿脚快着呢。嫂子要点啥？今天这几只老母鸡肥得很，买回去炖汤熬鸡油，最是养人，1块3一斤。或者来对鸡大腿，给家里半大小子解馋，那个1块钱一斤。这年代人都缺油水，专挑肥的买，可我要的偏偏不是这些。王老板，那堆鸡胸肉怎么卖？嫂子买这干啥？这鸡脯肉全是死瘦肉，连点皮和肥油的塞牙缝。你要想吃肉，不如添点钱买鸡大腿。我就需要这纯瘦肉，这部位你这儿也不太好走量吧？你报个实称价，要是合适，按10%几斤，我全包了。全包了。这部位平时卖不掉，放明天就坏了。今天遇到个大主顾，赶紧脱手。行，既然嫂子全包，我也不藏着掖着。这平时散卖是6毛钱一斤，你今天全包，我算4毛5分钱，这可是最低价，再低我真要赔本了。好，王老板痛快，给我称吧。要是肉好，我明天还来找你。4毛5分钱，比起8毛的猪肉和1块的鸡腿，这性价比绝了。一共12斤肉，才花了5块4毛钱。妈，这算盘打的是真精啊！大哥，干嘛呢？二哥，妈，你们可算回来了。我刚查了好几本关于食品加工的资料，妈说的那种外酥里嫩的做法，关键就在于外面的那层面糊。哦，咱们家的高中生研究出什么门道了？我比对过了，单纯用面粉裹着炸，皮太硬，放凉了咬不动。要是全用红薯淀粉，刚出锅是脆的，但不到10分钟就会软塌塌，没法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怎么弄？要想外皮酥脆持久，而且炸出漂亮的鱼鳞脆皮，必须按照比例混合，红薯淀粉占7成，掺入3成的小麦面粉，再加一点点咱们发面用的起子，这样面糊遇热膨胀，不仅极度酥脆，还能完美锁住肉里的水分。前世家里穷，毁了你的学业，这一世妈一定要让你发挥所长。好，大河这脑子就是好使，面糊的秘方就交给你了。建国，你的家伙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早准备好了。晚秋，你看这玩意儿行不行？太行了，建国，你的手艺可是帮了大忙了。有了这玩意儿，那干巴巴的鸡熏肉绝对能脱胎换骨。大江打水洗肉，大河去切葱姜蒜准备腌料。今天全家齐上阵。建国，鸡胸肉干柴是因为纤维太紧，现在你用木锤均匀敲打，记住用巧劲儿把纤维敲断，让肉松软铺开，但表面绝对不能敲烂。明白。好家伙，一块厚肉被爸这么一敲，变得又大又软，看着分量都足了。晚秋，你这办法真神了，这肉现在摸着软乎乎的，一点都不柴了。这还只是第一步，酱油、白糖提鲜，加上这包最重要的五香粉，这就是制胜的灵魂。大江，洗干净手，给我揉。好嘞。这肉简直像海绵一样，把五香粉的香气全吸进去了。妈，这生肉闻着都这么香，这要是下了油锅，那香味儿还不得把全村的人都招来啊！馋猫，这还不行，肉还没完全吃透味道，找干净纱布盖上，放阴凉通风处，腌上整整1个白天。等到了傍晚，咱们就起锅烧油，妈亲自给你们炸这第一锅独一无二的脆皮大鸡排。这是什么味道？比过年炖肉还要香上10倍100倍。大哥，你可算回来了！快，洗手，妈马上要开炸了。妈，咱们这是要干啥呀？这么大阵仗。正好，今天让你尝尝妈的手艺，给你洗洗一身的晦气。大江，把昨天打回来的那桶豆油拎过来。妈，真要倒这么多呀？这可是咱家半个月的油钱。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妈，这做啥好东西？用这么多？这比过年炸丸子用的还多啊！炸鸡排油必须得宽，油温得够，不然炸出来的鸡排吃着会腻。大河，面糊调的怎么样了？妈，您看，红薯淀粉7成，面粉3成，加了一点点起子，用水调成了这种拉丝的糊糊状态。我保证，这面糊裹上去绝对酥的掉渣。好，
看好了，这是咱们家以后发财的摇钱树，你们几个都把步骤记在心里。这一步最关键，叫压粉。起鳞了，真的起鳞了！书上说，这种不规则的面衣炸出来最脆。下锅！我的太香了吧！我在县城国营饭店门口路过，都没闻过这么霸道的香味儿。大江，拿刀来！我的老天爷，这真的是鸡脯肉！尝尝。烫，好吃，太好吃了！妈，这比猪头肉还香100倍啊！外皮酥脆不吸油，肉质鲜嫩不塞牙。妈，这鸡排没有一点鸡肉的腥味儿，全是香味儿。晚秋，你这手艺说是御厨都不为过。这肉吃进嘴里过瘾，这东西只要拿到县城去卖，那些工人绝对抢着买。有了这门手艺，一定能赚钱。有了这门手艺，咱们家肯定能赚钱。大海，这车轴得换换油了，不然推着费劲。知道了吧？我昨晚从厂里跟师傅要了点废机油，这3轮车我今天早上给它来个大翻修，车把给调高点，妈推能省点力。后车斗的挡板也松了，我用铁丝重新箍紧，保证拉着几十斤的家伙事儿不带散架的。妈，你看我这招牌写的怎么样？不错，当这字儿写的有劲儿。外酥里嫩，满嘴流油，咬上一口，赛过吃肉。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大哥大姐尝一尝，不香不要钱。大江，你这词儿是从哪儿学来的？一套一套的，听着跟卖大力丸的似的。这你就不懂了吧，大哥？咱们去县城摆摊是个生面孔，卖的又是大家没见过的稀罕物。你要是干巴巴的站在那儿不吱声，谁知道你是干嘛的？就得靠这词儿把人吸引过来。这可是我前几天在电视上看的。大江脑子葫芦，这叫卖词儿写得好。不过这里还得加上一行字：价格。对，价格。妈，咱们定多少钱一块？妈，买肉4毛5一斤，大概出3块鸡排，算上淀粉、油钱这些，1块大鸡排的猪成本差不多2毛5。我的乖乖，2毛5的成本，咱们镇上饭店的一碗肉丝面才2毛钱，里面还有好几片真猪肉呢。咱们这鸡排成本就2毛5，那得卖多少钱才能回本啊？2毛5算啥？咱们这是纯肉，那肉丝面全是清汤寡水。妈，咱们卖5毛钱一块，对半赚。不行，5毛钱太贵了，要是卖不出去，肉可就放坏了。我看就卖3毛，赚5分辛苦钱就行。大海定的太低，没利润；大江定的太高，第一天容易把人吓跑。咱们定价3毛5分钱一块。3毛5，妈，这利润是不是有点薄了？不薄了，咱们第一天去县城，最重要的是打开名气。3毛5，大家咬咬牙能掏得起。只要他们尝了第一口，以后就算卖4毛5，也照样排队来买。这叫薄利多销，放长线钓大鱼。听妈的，就写3毛5。建国，你的炉子改造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你看，县城街上风口大，有了这层绑风板，火苗子窜不出来，既省煤，油温又稳，而且锅嵌死在里头，推车走在路上也不怕热油晃出来烫着人。我在侧边还焊了个铁钩子，专门用来给你挂漏勺。建国，你这手艺说是鲁班在世也不为过。有你这炉子，咱们这生意算成了1/3了。只要好用就行。等咱们赚了钱，我再去淘换点白土皮，给你们打个更漂亮的。妈，咱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出发，到县城刚好5点半。工人们下班，那是咱们出摊的最好时机。好嘞。妈，大江大河，你们路上慢点，油锅一定要盖紧。放心吧，大哥，等赚了钱回来，给你买2锅头。建国，我们去了，你在家等好消息。去吧，注意安全。大江脾气暴，你多看着点儿，不管卖不卖得出去，早点回家。出发！哎呦，可算到了！大哥，快把挡风板支起来，炉子生火，眼瞅着厂里就要下班了。
来了，妈，人出来了。大江，看你的了。走过路过，大哥大姐千万别错过苏记大鸡排，外酥里嫩，满嘴流油，咬上一口赛过吃肉。今天头一次出摊儿，新鲜出炉的大鸡排，大家都来看看啊！大鸡排，这是个啥玩意儿？姐，这大鸡排就是用上好的鸡肉裹上咱们秘制的面糊，在油锅里炸出来的，又香又脆，里面全是肉汁儿。3毛5分钱一块，小伙子，你这卖的也太贵了吧？3毛5，我都能去前面国营饭店吃一大碗肉丝面，外加2个白面馒头了。这3毛5分钱能割半斤猪肉回家包饺子了。你这什么鸡排，听都没听过，谁知道好不好吃？拉倒吧！3毛5买一块不知道啥味儿的炸面糊，我可不当这冤大头。走，回家做饭去。妈，怎么没人买啊？是不是咱们价格真的定得太高了？要不咱们降到2毛钱吧，总比卖不出去把肉放坏了强啊！是啊，妈，县城的人虽然有钱，但也精打细算，这新东西他们没吃过，不敢花这副冤枉钱。不能降价，大江大河，你们记住了，咱们的东西货真价实，降价就是砸自己的招牌。一旦第一天降了价，以后你再想涨回来，别人就会觉得你在坑人。可是妈，不降价，人家连看都不看，咱们怎么卖啊？妈，我有办法了，他们不买是因为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多香，咱们光用嘴喊没用，得让他们闻见味儿，尝着鲜。哦，你想怎么做？妈，你现在就下锅炸，炸一块最大的，炸熟了之后，我把它切成小块。他们不是怕花冤枉钱吗？我今天就免费让他们吃，只要这香味飘出去，只要他们敢嚼上一口，我就不信这县城里的人能忍得住这口肉香。好，就按大江说的办。我的老天爷，这是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香？好像是炸肉的味儿。不对，炸肉没这么香，这味儿太勾人了。是从那边树底下飘过来的，走，过去看看。大娘，你这锅里炸的到底是啥呀？这味儿也太霸道了。这是咱们苏记独家秘制的鸡排，外头买不到。我知道大家觉得3毛5贵，怕花冤枉钱。今天我大江做主，切这一块给大家免费尝尝味儿，不用给钱。好吃您就掏钱买一块整的带回家下酒，不好吃您转身就走，我苏大江绝不拦着。不要钱免费吃肉，我的天，这小伙子是不是疯了？这可是纯肉啊！咋样啊，柱子，好吃不？好吃，太好吃了！外面的皮比油条还脆，里面的肉比豆腐还嫩，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肉。哥，给我来一块，给我妹也尝尝。好嘞，2块大鸡排，马上给您炸。给我大娘，给我炸2块，钱放这儿了啊！小伙子，那块大点的给我，我第一个交的钱。别挤啊，别挤，没看见排队的吗？这油锅可是烫人的，这要是翻了，咱们大家都没得吃。出锅3块。大哥，要不要来点辣椒面？咱家这辣椒面是自己炕的，香得很。来点，多放点。烫！哎呦喂，真香啊！妈，面糊快见底了。大江，数数排队的人数，后面的别让他们等了。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大哥大姐，实在是对不住了啊！咱们今天头一天出摊没经验，准备的肉太少了，现在盆里就剩下最后5块了，排在队伍前5位的能买到，后面的大哥大姐真是对不住，您各位今天白排了，明天请早吧。什么？没了？我这排了半天，口水都咽了半斤了，你告诉我没了？不行，把你们那剩下的碎肉给我炸了，我也得出钱买。就是啊，我孙子在家等着吃肉呢，我这空着手回去怎么交代呀？大家别急，大兄弟大妹子，不是我们不赚这个钱，是真的一块肉都没了。咱们这鸡排那是用了12种香料腌制了整整1天才能入味的。这要是拿没腌透的肉给你们炸，那就是砸我们自己的招牌，也是坑了大家的钱。大家要是信得过我这个老婆子，明天傍晚5点半还是这个地儿，还是这棵树底下，咱们保证多带点肉来。大娘，这可是你说的啊！明天我一听下班铃就往外冲。老三，咱们这就卖光了。二哥，卖光了，50块鸡排1块不剩，就连那些吊在案板上的脆皮渣子都被一个大婶要走回去拌饭了。二哥，你干嘛呢？你懂个屁，这叫财不外露。老三，你刚才一路上死死抱着这兜子，连我都碰不到一下，赶紧的，倒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好嘞。我的个老天爷啊，这得是多少啊？
我一个月在农机厂起早贪黑，拿到手的工钱也就寥寥几张工分券，每次领工钱就薄薄一小点儿。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一次性见过这么多。别愣着了，赶紧清点啊！算出来了，多少？老三，你别卖关子，快说啊！妈、爸、大哥、二哥，一共是17块5毛钱。17块5毛，我的妈呀！咱们就出去摆了2个小时的摊儿，竟然赚了17块半，这都顶得上我在厂里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大哥，你那是死工资，能跟咱们这儿比吗？这可是咱们第一天出摊儿，大家还不认识咱们呢。要是以后名气打出去了，那一天还不得挣个几十块、上百块？先别激动，这17块5毛钱是毛利，不是咱们的净利润。大河，你给大家算算，咱们今天的本钱是多少？昨天买12斤鸡胸肉花了5块4，葱姜蒜和无硝粉算1毛5，油今天用了1大半，煤炭烧了2块，满打满算，咱们今天的成本大约在6块5毛钱左右。那咱们净赚多少？17块5减去6块5，咱们老苏家第一天出摊儿，净利润是11块钱。好啊，阮秋，你这脑子真是咱们家的无价之宝。发财了，咱们家要发财了。大哥，你咋又哭了？我是高兴啊，爸妈，我现在才知道我以前活得有多窝囊。我为了刘家，自己连口饱饭都舍不得吃，天天受他们刘家的气，就为了每月那微薄工分券，省下来给小舅子添置东西。可你们看看，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一天就能挣11块。要是让刘家知道，肯定该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这困扰他2年，因微薄公村生出的自卑与执念，在这11份票券带来的丰厚收益面前，终于是被粉碎的连点渣都不剩了。大哥说得好，明天下了班你就在家好好休息，摆摊的事儿交给我和老三，咱们兄弟3个齐心，齐力断金。不行，明天不仅是大海不能休息，咱们全家谁也别想闲着。妈，啥意思？咱们明天不摆摊了？摆当然要摆，而且要大摆特摆。今天那50块鸡排根本不够塞牙缝的。明天大江大河，你们俩天一亮就去集市找那个王老板，不管他摊子上有多少鸡胸肉，全给我包圆了。建国，明天你再去后院劈点好柴火，炉子里的火不够猛，明天咱们得多备一个土灶备用。来了，苏记的车来了。哎呦喂，大江兄弟，你们今天可算是晚了5分钟啊！我这口水都咽了半斤了。李叔，对不住，今天备的货实在太多，车轱辘都快压爆了，蹬得慢了点儿。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久等了啊！今天咱们苏记备了足300块大鸡排，保证让队伍里的各位都能吃上热乎的。别废话了，赶紧收口下锅吧！要是不带一块回去，我家那小祖宗连晚饭都不吃。好嘞，马上开炸。出锅10块。大河，收钱。各位，真是一滴面糊都不剩了，300块鸡排全卖光了。对不住，您各位明天请早吧。哎呦，我的亲娘哎，我的这条胳膊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二哥，你切肉累，我这收钱找零的脑子也快转不动了。今天人太多了，好几次差点算错账。大江大河，赶紧用热水烫手，活血。都怪我，厂里最近赶任务不批假，家里的活儿全压在你们和妈身上了。大哥，你说这见外的话干啥？累是真累，但爽也是真爽啊！大哥，你猜猜，咱们今天300块鸡排卖出去，毛利是多少？100块。大哥，300块鸡排，每块3毛5，今天的毛利是105块钱。刨去肉钱、油钱和蜂窝煤，咱们家今天一天净赚60多块。咱们家这半个月确实赚到了不敢想的钱，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有几个老主顾买完鸡排后小声嘀咕了什么？嘀咕啥了？我光顾着切肉了，没听清啊。大河，你听见了吗？妈，我好像听见那跟常来买肉的胖婶说，今天的鸡排好像比前2天的要稍微咸一点，而且无硝粉的味道没那么重了。对，就是这句话。你们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咱们鸡排的味道不稳定了。晚秋，不就是盐多放了一把，少放了一把的事儿吗？这做饭哪有天天味道一模一样的？咱们是在家里做饭吗？咱们是在做生意。如果今天咸了，明天淡了，后天肉不脆了，大家就会觉得苏记的东西也就那样，时好时坏。1次2次他们可能不在乎，但3次4次呢，咱们的招牌就会被这一把盐1勺面粉给彻底砸了。妈，那您说咋办？咱们不能因为怕味道变就不增加备货量了吧？量要增，味道更要稳。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家调面糊、腌鸡肉再也不允许出现一把、少许、大概这种词，一切都要标准化。大河，你给我记清楚，咱们的腌料比例彻底定死。每10斤敲好的鸡胸肉必须配2两半的粗盐，1两的白糖提鲜，3两的酱油上色，外加整整1包供销社卖的王记无硝粉，少1克不行，多1克也不行，全得用这小秤给我称明白。这就是书上说的工业化标准求成。
妈，您这招太绝了！还有面糊，大河，以后调面糊的活归你。红薯淀粉和面粉比例是7:3，水不能直接倒，要用咱们家那个带刻度的陶瓷缸子量，半缸子水配2斤粉，必须调到用筷子挑起来能拉丝不断线的状态。记住了吗？刻度量水，7:3配比。最后是火候和腌制时间，鸡肉腌制的时间必须满12小时，差1个小时不入味儿，绝不能提前捞出来卖。油锅里的油炸够了200块泥排，油色扒黑了就必须换新油。绝不能为了省几毛钱的油钱，炸出带苦味的糊泥排。咱们苏记要是在这红星县城立下百年老字号的规矩，就必须把品质这2个字刻在骨子里。好，妈，您定下的规矩，我们爷几个就算是不睡觉，也绝对一丝不苟的执行。大江大河，大哥在厂里抽不开身，这手吞车和油锅的活大哥帮不上。但从今天起，每天晚上敲肉、称料、腌肉的力气活，我苏大海全包了，绝不让你们这规矩乱了1分阴毫。大哥，有你这句话，咱们兄弟齐心，绝对把这苏记大家牌做到全县城第一。大半年过去了，苏家不仅还清了外债，家里那个破木匣子也已经被一叠叠的大连结塞得满满当当。热，这天真是太热了。大河，今天备了多少货？二哥，妈今天去市里的供销社进香料了，没跟咱们来。走之前她特意交代，今天太热，备货量减半，只带了150块出来。减半？那能够卖吗？平时咱们可是不到天黑就卖光300块的。苏记大鸡排，外酥里嫩，刚出锅的大鸡排嘞！大哥大姐们，下班带一块回家解解馋喽！柱子，快过来，今天刚炸出来的，给你留了一块最大的。大江哥，今天就算了吧，我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实在吃不下这玩意儿了。你看看这天热的，我都快被烤成人干了，在车间里蒸了1天，现在胃里一点胃口都没有，吃不下。这可是纯肉啊！你小子平时不是一顿能干2块吗？你这鸡排香是香，但是油炸的东西，这大热天的吃进嘴里糊嗓子啊！我现在就想灌一肚子凉水，或者去前面供销社买根2分钱的冰棍降降温。这肉我是真咽不下去。老三，咱们今天是不是卖不出去了？二哥，咱们今天的销量连平时的1/3都没达到，如果剩下的这些肉卖不出去，放一晚上就算不坏，明天味道也变了，咱们得亏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的配方没变，油也是新换的，肉也是新鲜的，怎么突然就没人买了呢？难道是这县城的人吃咱们的鸡排吃腻了，咱们家的生意做到头了？怎么回事？被人砸场子了，还是遇到地痞流氓了？爸，比砸场子还难受，没人买。今天这街上的人看见咱们家的油锅，连躲都来不及。咱们家这鸡排没人要了。胡说八道，怎么可能没人要？大江，你是不是火候没掌握好，炸糊了？大哥，火候绝对没问题，我全程盯着呢，但大家就是不愿意掏钱。都在这儿杵着干嘛呢？妈，咱们家的生意完蛋了，这县城的人肯定是都是吃腻了，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吃腻了？建国、大海，你们俩刚干完重活回来，我问你们，如果我现在给你们端上一盘刚炸出来、冒着热气和油花的大鸡排，你们吃得下去吗？妈，说实话，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吃肉，我现在就想弄半个井水里冰过的凉西瓜，或者干脆喝一大瓢凉水。天太热了，吃干的东西拉嗓子。听见了吗？你们的亲爸亲大哥都不想吃，你们凭什么指望那些在厂里蒸了1天的工人们去买？妈，您的意思是？不是咱们的鸡排不好吃了，也不是县城的人吃腻了，是季节不对，是气候的影响。对，柱子今天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嗓子眼冒烟，咽不下去。妈，您可太神了！那既然是天气的原因，咱们是不是得把摊子停了，等熬过了这3个月的3伏天再去卖？停摊儿为什么要停？遇到困难就躲，那是懦夫做生意的路子。既然顾客觉得吃鸡排干，觉得嗓子冒烟，觉得热，那咱们就给他们降降温，解解渴。这是啥？这叫乌美和山楂。从明天开始，咱们不仅要卖酥脆的大鸡排，咱们还要卖全县城独一份的解暑神器。我要让他们吃了咱们的鸡排，不仅不觉得腻，反而觉得透心凉，心飞扬。妈，这黑不溜秋的东西真能解暑？不懂了吧？
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以前宫里的皇上大夏天去暑气喝的就是这个。这乌梅和山楂一起熬，不仅能生津治渴，最重要的是能解油腻。妈，这个黄晶晶的果子是什么？闻着有一股很清新的香气，不像橘子，也不像柚子。这叫柠檬，这东西酸的倒牙，一般人可受不了直接吃。但如果切成薄片，用冰水泡上，再加点咱们自己熬的冰糖水，那味道比供销社卖的那种全是糖精味的橘子汽水好喝10000倍。真有这么神？妈，那咱们赶紧熬一锅试试啊！不急，好东西得慢慢熬。建国、大海，你们俩力气大，明天一早去村东头王二麻子家。他家有口废弃的深井，底下有个地窖，常年冰凉。你们去跟他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租下来，或者借半个地方给咱们放东西。借地窖干啥？冰镇啊，大夏天的，酸梅汤和柠檬水要是温腾腾的，谁愿意喝？只有拔凉的，喝下去才能透心凉。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他。大江大河，你们俩去厨房生火，把最大那口铁锅刷干净。今晚咱们全家加班，熬这第1锅秘制酸梅汤。水开下料包。我的天，这味儿绝了，闻着就让人想流口水。加冰糖，关火，晾凉。晚秋，你摸摸，这桶壁上全是一层白霜，那地窖底下简直比冬天还冷。好，万事俱备。哟，大江兄弟，今天怎么还来啊？昨天剩下的肉卖出去了吗？李叔，您这话说的，我们苏记的东西什么时候卖过隔夜肉？今天天热，我们苏记不仅炸鸡排，还给大家准备了绝密武器。李叔，这叫秘制冰镇酸梅汤，宫廷配方。今天您是第一个开张的，这碗我请您喝，您尝尝解不解暑？啊，太痛快了！痛快！这大热天的，喝上这么一口拔凉的酸梅汤，给个神仙都不当啊！大江，这酸梅汤怎么卖？给我来3碗！不，把我的军用水壶装满，我要带回保卫科给他们尝尝。真有这么好喝？给我来1碗试试！哎呦，这碗上还冒凉气呢！苏记秘制冰镇酸梅汤，2毛钱1大碗，管冰管爽，不好喝不要钱。没了，酸梅汤卖光了。啊！我排了半天队，怎么这就没了？各位别急，酸梅汤没了，咱们还有另一手绝活。这是南方供来的稀罕水果，叫柠檬。妹子，尝尝这个冰镇手工柠檬水，去油解腻，美容养颜，1毛5分钱一杯。好喝。大娘，这柠檬水太好喝了，比酸梅汤的清口，给我来2杯。这，珠子，你过来。哎，珠子，你刚才不是嫌天热吃油炸的糊嗓子吗？现在你嗓子润透了，你再咬一口这鸡排试试。我向你保证，那种腻味绝对没了。这也太香了吧！大江，怎么喝完酸梅汤，这鸡扒变得比以前更好吃了？各位街坊，各位大哥大姐，冰镇酸梅汤配苏记大鸡扒，解暑又解馋，冰火2重天，这就叫神仙吃法。大江，给我炸1块鸡排，也给我来1块，这酸梅汤喝着开胃，正好拿鸡排下酒。各位顾客都停一停，听我老婆子说2句。大家觉得咱们苏记的脆皮大鸡排好吃吗？好吃，全县城找不出第2家。那咱们这深井冰镇的酸梅汤和手工柠檬水解渴吗？解渴，透心凉。既然大家都喜欢，那我林晚秋今天就给大家放个福利，从明天开始，咱们苏记推出神仙套餐，只要您买咱们家3毛5分钱的1块脆皮大鸡排，不用花2毛钱，也不用花1毛5，只要您再加1毛钱，1毛钱就能随便挑1碗冰镇酸汤或者1杯柠檬水，也就是说4毛5分钱，肉和冰饮您全带走。我的天，大娘，你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你这1毛钱换1碗酸梅汤，连熬冰糖的钱都不够吧？就是啊，这么卖，你家这生意还能干长久吗？咱们老苏家做生意，图的是个薄利多销，交的是个朋友。只要大家吃得高兴，喝得痛快，咱们这摊子就永远开得下去。好，大娘敞亮，那还等什么？明天啊，我现在就要买这个套餐，给我炸1块鸡排，再给我打1碗酸梅汤，4毛5是吧？拿着，我要套餐，我要2份套餐，带回去给我媳妇儿和孩子尝尝这冰火2重天。没了，真没了，各位明天请早吧。
算出来了，妈，今天虽然备的鸡排只有150块，比平时少了一半，但是因为咱们推出了酸梅汤和柠檬水，几乎所有买鸡排的人都加了1毛钱买了套餐，甚至还有几十个人是单独花2毛钱买的冰饮。别卖关子了，到底挣了多少？刨去鸡肉、油、煤炭以及今天新增加的乌梅、山楂、冰糖和柠檬的成本，咱们今天的净利润是88块钱。88块，这怎么可能？1毛钱的冰饮怎么能赚出这么多钱来？这就是商业的秘密。大海，你觉得咱们那1毛钱一杯的酸梅汤赔本了吗？难道没赔吗？那里面可是有真材实料的冰糖和草药啊。当然没赔。大河，你告诉大哥，咱们今天熬那2大桶几十斤的酸梅汤，药材和冰糖一共花了多少钱？乌梅和山楂很便宜，冰糖贵点，加起来一共不到2块钱的成本。听到了吗？2块钱的成本能熬出近100碗酸梅汤，也就是说，每1碗酸梅汤的真实成本才不到2分钱。2分钱？对，我们卖1毛钱，依然有8分钱的纯利润。而且水是咱们自己家井里打的，冰镇是地窖里的冷气，不需要任何电费。更绝的是，这种加1毛钱换冰饮的手段，我们不仅让那些原本嫌热不想买鸡排的顾客掏了钱，还让他们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这不仅带动增加了水饮的高额利润，这就叫套餐捆绑，互为鱼水。妈，您这是跟谁学的呀？这脑子也太神了吧！在病床上，梦里神仙教的。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敢定这个规矩了吧？明天大海去买冰糖，大江去备鸡胸肉，大河把那些瓶瓶罐全都刷干净。咱们要把这套餐的模式彻底在红星县城打响。我要让这炎炎夏日变成咱们苏记的黄金季节。干！听妈的！这1个多月时间，苏家可没少赚啊！快收衣服，盖油布！妈，这雨下得太大了，今天还能出摊吗？钱是赚不完的，家人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既然手里已经攒下了足够的本钱，我绝不能再让丈夫和儿子们在街头风吹日晒的卖苦力。雨停了也不出了，今天休息一天。啊，妈，那这些肉咋办啊？放一晚上可就不新鲜了。咱们全家今天晚上吃炸鸡排，吃到饱。建国，大海，咱们不能再这么到处打游击了。晚秋，你的意思是找店面，开实体店。妈，开店，听说县城临街的铺子1个月租金就得好几十块呢。几十块算什么？咱们现在1天就能挣出这租金。妈说的对，开店好啊，有了店面，咱们就能多备几个炉子，还能摆上几张桌子，让客人坐着舒舒服服的喝冰饮，这才是大买卖。行，晚秋，我听你的。这1个月你们确实太苦了，有个店面，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让咱们老苏家的人以后堂堂正正、体体面面的做生意，再也不用看天气了。妈，咱们这是去哪儿找铺面啊？去供销社那边吗？那边人多。供销社那边人虽然多，但都是买日用品的大爷大妈，他们舍不得花几毛钱吃小吃。咱们苏记的鸡排和冰饮，最大的顾客是年轻人和下班的工人，就是这里了。妈，那个铺子位置不错啊，为啥关着门？过去问问。大爷，跟您打听个事儿，这间铺子怎么关着门啊？这铺子啊，原来是个卖早点的，但这老板染上了坏习惯，把做生意的本钱都输光了，最近都没见过他了。这房东啊，正急着往外租呢，可谁敢接手啊？都怕那些要债的找上门来捣乱。妈，这铺子风水不好，还惹事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租不出去，那这就意味着这间铺面有极其巨大的压价空间。至于那些要债的，我们老苏家3个壮小伙再加上建国，他们想找麻烦也得掂量掂量。大爷，您知道这房东在哪儿住吗？就在后面那条巷子，门前种了棵石榴树的就是。大妹子，你这也太狠了！我这可是临街的旺铺，1个月租金最少30块，你这直接给我降到20块，这也太欺负人了吧！老大哥，明人不说暗话。你那铺子什么情况？我打听清楚了，谁接手谁就得担着被人上门要债风险。除了我，你现在很难找出第2个租铺了。可是20块1个月，我一次性付你1年的租金。行，大妹子是个痛快人，20块就20块，咱们现在就签合同立字据。妈，咱们这就在县城有铺子了。对，大江大河，回家拿家伙事。明天咱们全家齐上阵打扫铺面。我要让苏记大鸡排这块招牌堂堂正正的挂在这个红星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大江、大河，先把这些破烂桌椅全扔出去。大海，你负责提水，今天边把这地上的油泥刮得能照出人影来。爸，这台子打得真气派，比国营饭店那个石头柜台看着还顺眼。
大吉，生意兴隆。哟，这苏记不是摆摊的那家吗？这就开起店来了。大娘，我昨天去纺织厂门口没找着你们。各位街坊邻居，承蒙大家这几个月的厚爱，咱们苏记今天正式在这儿开店了。为了庆祝今天开业，咱们苏记优惠大放送。今天所有进店购买鸡排的顾客，不仅免费送您一杯冰镇柠檬水，还额外送您一张咱们苏记的回购券。只要您攒够5张回购券，下次来免费换1块大鸡排。我的老天爷，这老板娘真是太大方了！快，给我炸2块！我要买5块，直接把那张免费卡给攒出来。您拿好2张券，下次再来啊。刘彩霞，你哪儿去了？天天板着一张脸给谁看呢？老子下班回来连口热乎水都喝不上。姓王的，你一回来就冲我吼什么？你1个月挣那一点钱，全跟那帮朋友下馆子了，哪个远在网盖家里交分伙食钱？一家人挤在这30平米的筒子楼里，我天天还要听你横挑鼻子竖挑眼。呸！你少跟老子扯这些。当初结婚前，你妈不是吹牛说能陪嫁老苏家那200块定金吗？结果呢，你倒好，2手空空嫁过来，连1分钱都吐不出来，反倒让老子成了同事们的笑柄。怎么不说话了？心虚了？哼，天天就吃这个，真是臊气。妈，出大事了！干啥呀？大呼小叫的，我心里正烦着呢。你姐在婆家天天被嫌弃。不是啊，妈，我刚才去县城电影院广场溜达，你猜我看见谁了？老苏家，就是那个穷的连粗盐都买不起的苏大海家。他们去县城干嘛？要饭啊？要个屁饭！人家在电影院广场盘了个30多平米的大店面，气派的不得了。这怎么可能？退婚的时候，他们家不说掏空了家底，连那200块定金都是借的吗？可我亲眼看见苏大西、苏大河在柜台后面忙活呢。妈，你是没看见那场面，排队买鸡排的人从店门口一直排到了广场的台阶上，少说也有大几10号人，2口大油锅就跟印钞机一样，我都看傻眼了。一帮泥腿子，他们怎么可能开得起店？凭什么啊？妈，咱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啊。老干，你慢点，等等我。这可是县城，离治安队大院不远，万一被巡逻的撞见，咱们可就麻烦了。来三儿，你要是现在害怕，就立刻回你的地方去。白天拿我香烟的时候答应的好好的，这时候跟我装什么胆小鬼？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办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老根，我这不是提醒你小心为上吗？不过话说回来，你真的确定那家店是苏家开的？下午来看了一眼，招牌做的那么气派，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普通庄稼好能撑起来的场面啊！我怎么会看错？苏大江和苏大河就算化成灰我都认得。苏大海以前在咱们家的时候，连一句重话都不敢说，天天抢着给我家干白工送细粮。凭什么他们家一退婚，转头就能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方盘下这么大的店面？凭什么他们天天坐在店里数钱，而我连买盒烟都要四处凑钱？哼，今天如果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厉害，我心里这口气就消不下去。走，摸过去。来三儿，把这锁给我弄开。这苏家做事还真仔细，这铁链和锁都是新买的陈货。少废话，动作快点。开了。好家伙，这纯正的黄豆油可不好弄，这一桶少说也得值不少钱。苏家竟然整整摆了好几桶。宝根，咱们要是把这油偷偷运出去，卖给镇上的小饭馆，指不定能换不少钱呢。拿走太费事，而且容易被发现。拿走了他们还能再买。今天我是要让他们开不成功，直接砸了他们的名声。把这桶脏水全给我倒进他们的新油桶里！我要让这些油全变臭。明天等他们起了锅，把肉往这油里一扔，炸出来的全是怪味儿。我倒要看看，到时候谁还会来吃他们苏记的鸡排？这招确实能让他们吃大亏。还有那2口锅和炉子，等倒完了水，你拿撬棍狠狠地砸，把里面的耐火泥内胆弄烂，铁锅砸出毛病。苏大海，你们老苏家想撇过我们过好日子，我今天就让你们明天没办法营业。宝根，大半夜的提着一桶脏水，不嫌沉吗？谁在说话？爸，您真是神机妙算。下午咱们开业的时候，您就说咱们家店面太扎眼，容易招来一些红眼病的贼，特意叫我们哥3个今天晚上留在店里守夜。没想到这连半夜都没过呢，还真把2只臭耗子给等来了。大半夜拉帮结伙，用铁丝和撬棍强行破开他人店铺大门，这叫做入室故意破坏生产经营。二哥，人证物证都在，他们跑不了。大海哥，姐夫，误会，这都是误会啊！
我是听说你们家在县城开了大店，心里惦记着你们，特意带朋友连夜过来看看你们的。我真没想干坏事，来看看我们。刘宝根，你真当我是个傻子，由着你们刘家骗了一次又一次吗？大半夜撬了我们家的锁，拿着臭水往我们的新油桶里倒，还准备砸了我们的锅和炉子。你管这叫惦记我们？如果今天晚上我爸没带我们在这儿守着，明天我们苏记的招牌是不是就被你这桶臭水给彻底毁了？不是的，大海哥，你听我解释，是我旁边这个赖三，是他非要拉着我来的，是他眼红你们家挣钱，跟我没关系啊！刘宝根，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在村里听说苏家挣了大钱，嫉妒的眼睛滴血，下午还专门带我来踩点儿。这桶臭鱼烂虾的水也是你下午在河边收集的，说是要把苏家的油弄臭，还要让我拿撬棍把炉子砸烂，你现在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泼？行了，都别在这里演戏了，老老实实蹲下，双手抱头。谁要是敢动一下，别怪我这拳头不认人。宝根，两家既然已经退了婚，定金也退了，那咱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刘家要是觉得过得落魄，那是你们自己不走正道，怪不着别人。但如果你们想把心思动到我们老苏家的买卖上，想砸了我们的饭碗，那我苏建国第一个不答应。大河，你腿脚快，现在就出门去大马路上找找巡逻的治安队同志，就说咱们苏记脆皮大鸡排当场抓住了2个入室破坏生产经营的人。知道了吧，我这就去。建国叔，大海哥，我错了，求求你们饶了我吧！你们不能这么绝情啊！治安队那边的处罚决定已经下来了。队长，宝根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放他回来？哪有那么简单？大半夜撬开人家苏记的大门，性质非常严重。宝根这次不仅要被拘留，还会留下一笔抹不掉的档案记载。另外，苏家大门损坏的修补费，还有被脏水弄乱地方的清理费，零零总总加起来，你们必须全额赔偿人家的全部损失。还要赔钱？队长，这可该怎么办啊？家里真的没有余钱了。没有钱也得去凑，损坏了人家的东西必须赔偿。听我一句劝，赶紧去处理，千万别再拖了。赛霞，今天的早饭你就做成这样，连这点家务事都做不好，你的心思到底忘到哪里去了？妈，您就别指望他能安心做家务了。今天早上我刚去供药社上班，一进办公大楼，周围同事看我的眼神就都不太对劲儿。车间主任甚至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当面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叫刘宝根的小舅子，因为半夜去撬人家铺子，故意破坏生产。建国，那是我弟弟自己糊涂做出来的荒唐事儿，我事先真的连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就能当成没发生吗？我们老王家在县城里也是要面子的人，我最看重的就是名声。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完全传开了，我的脸面全被你们刘家给丢尽了。可不是嘛，当初看你长得还算端正，以为是个能安分过日子的姑娘，这才同意让你进了门。谁能想到你娘家的弟弟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现在整个县城都在议论纷纷，说电影院广场的那家苏记大鸡台买卖做得那么大，每天排队的人从早到晚围得水泄不通，偏偏就有眼红的人连夜去倒脏水砸灶道。你们怎么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在我一个人头上？不怪你怪谁？当初相亲的时候，人家苏家对你那是百依百顺，大儿子挣的工资恨不得全交给你，你偏偏听了你妈的挑唆，贪图我们建国的城市户口和工作，非要在订婚宴上逼着人家加1000块钱彩礼，硬生生把一门好亲事给退了。现在你看看，人家苏家在电影院广场开了那么大的实体店，全县城的人现在都在背地里笑话你。如果当初我没有听我妈的话，没有那么自私贪婪，非要多要那笔根本拿不出来的天价彩礼就好了。李老板，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我那面馆今天一晚上就卖出去5碗阳春面。以前这纺织厂的工人和看电影的年轻人下班纳凉，谁不来咱店里切盘猪头肉叫碗面？现在倒好，全被那家吃鸡肉的给勾走了。谁说不是呢？我那大师傅今天在厨房闲得直拍苍蝇。咱们在这片开饭馆，少说也有3、5年了，平时各做各的买卖，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也算安稳。可这苏记才搬来几天，
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家庭，弄点油炸的碎鸡肉，哼，配上几杯凉水，就把咱们全街的客源给断了。他们那哪里是做正经买卖，分明是使了邪门歪道。1块鸡排加1毛钱就送1大碗冰镇酸梅汤，集齐5张纸片还能免费换1块。城里人图新鲜又爱占小便宜，全被他们那套不合规矩的招数给迷住了。可人家那味道确实邪乎。我昨天打发店里的小伙计偷偷去买了1块回来，那皮脆的跟干脆面似的，里面的肉还流汁儿。咱们店里的师傅手艺再好，也做不出这种怪东西。再这么下去，不出2个月，咱们这几家店连房租都交不起了，那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咱们拖垮。我听说前阵子红星村有个叫刘宝根的，半夜去破他们家的门，结果被当场抓进治安队了，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呢。明着来使坏肯定不行，治安队最近盯着紧呢。刘宝根那是蠢，没脑子的下三滥手段，动静闹得那么大，公家能不管吗？做买卖有做买卖的规矩，他苏记就算本事再大，炸鸡排总得用鸡胸肉吧，熬酸梅汤总得用玉梅和冰糖吧。李老板，你这脑子活，是不是想到什么治他们的法子了？我仔细琢磨过，他们苏记一天最少要卖掉200-300块鸡排，那鸡胸肉虽说平时买的人少，但天天这么大的消耗。我跟县肉联厂的钱主任有些交情，明天我就去请他吃顿饭，送2瓶好酒，只要咱们把源头给卡死了，他林晚就算有天大的营销本事，手里没有1块鸡肉，他拿什么下油锅？李老板，这高价包圆全县的鸡胸肉，虽然那地方便宜，但积少成多，咱们也得搭进去不少本钱啊，万一弄不好。张老板，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是现在花点小钱把苏记彻底赶走，还是眼睁睁看着你那面馆关门大吉？你自己选一个，反正这口恶气我是咽不下去。只要能让苏记关门，这个本钱我愿意出。既然大家都不想坐以待毙，那咱们明天就分头行动。张老板，你去周边村镇跟那些零散的鸡贩子探探口风，只要苏记去收肉，你就提价2分钱抢先结下来。我去肉联厂那边活动，咱们联手不着痕迹的把他们的脖子给掐住，让他们连叫屈的地方都找不到。行，听李老板的，咱们这次就联合起来，非把这不讲规矩的苏记给挤兑走不可。王老板，早啊！今天老规矩，先给我来30斤新鲜的鸡胸肉，要现片的那种。肉呢？怎么案板是空荡荡的？没把鸡胸肉单独留出来啊？大江，真是对不住啊！今天这鸡胸肉恐怕不能按以前那个数给你了。不能按以前那个数？啥意思？咱们可是天天合作的，我这下午开门还要供应几百号工人的套餐呢，这没有肉我怎么开工？大江，今天这鸡胸肉涨价了，不能再按4毛5分钱一斤算给你了，得6毛钱一斤。6毛？王老板，你开什么玩笑？上个礼拜还是4毛5，这一下子涨了1毛5分钱。猪肉在供销社涨价也没这么狠的啊！你这涨得也太没道理了吧！大江，你小点声，别嚷嚷，这不是我诚心跟你们作对，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活鸡进价高了，分摊到各部位肉身上，自然就贵了。你嫌贵，我还嫌本钱高呢。行，6毛就6毛，虽然利润薄了，但咱们苏记讲诚信，不能让排队的顾客空着手。王老板，30斤，你现在就给我过秤，我照样付钱。大江，不光是涨价的事儿，今天我只能给你匀出5斤鸡胸肉。5斤？王老板，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5斤肉切出来顶多30块鸡排，我电影院广场那店门口每天排队的工人和看电影的年轻人少说也有大几十号，5斤肉连半个小时都撑不过去。你这大木笼子里不是明明还塞着10几只鸡吗？实话说吧，剩下的肉都已经有人出高价提前订走了。做买卖讲究个先来后到，人家给的价钱比你高，还要把剩下的货全包圆了。我开门做生意，总不能放着大钱不挣嘛。能给你留5斤，已经是看在咱们大半年交情的面子上了。出高价包圆是谁订走的？
这我哪能随便透露客人的信息？反正人家也是做吃食买卖的，你到底要不要？要是不要，这5斤我可也留不住了。要，5斤我也要。王老板，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这5斤肉我拿走。不过我多嘴问一句，咱们以后的长久买卖，你是不是也打算这么办？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反正最近全县城的鸡脯肉都紧俏得很。大江，听哥哥一句劝，你也别光盯着我这一处。现肉联厂那边的量大，你们要是真有本事，去那边看看，说不定能成。突然无缘无故的大幅度涨价，还限制供货数量，甚至有人出高价在背后包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行情，懂不懂？这是有人在暗中对我们苏记使坏，想要彻底断了我们的根啊！妈，爸，大江，慌慌张张的像个什么样子？白天让你去集市收鸡胸肉，怎么这个点才回来？肉呢？红星镇活禽摊的王老板，平日里不是最指望咱们去包他的底吗？今天他转性了。妈，根本不是转不转性的事儿，那个姓王的今天完全变了副面孔。他不仅把价格直接涨到了6毛钱1斤，还抠抠搜搜的只肯匀给咱们5斤肉，还说剩下的货早就被人高价包圆了。高价包圆？这红星县城和周边的乡镇，除了咱们苏记天天需要这么大份额的鸡胸肉，还有谁能一口气把全镇的货都吃下去？他有没有说是谁订走的？他死活不肯说，只说对方也是做吃食买卖的。我当时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心想不能指望他一家，就调转车头，直接去了现肉联厂的供货大库。去肉联厂，怕是连大门都没让你进去吧？妈，您怎么知道的？我连办公楼的台阶都没上去。那仓库的钱主任平时见了咱们跟见亲兄弟似的，今天倒好，我刚走到门口就被保卫科的给拦了下来。钱主任隔着铁栅栏窗户，冷冰冰的跟我扔了一句话。他说了什么？他说现在有了新规定，厂里的禽肉货源要优先保证县里几家老字号饭馆和大型私营饭馆，像咱们这种小户暂时不在这个月的供货名单里了，以后也别来问了。新规定优先供应老字号，这分明是瞎话。咱们苏记开业到现在，哪个月去肉联厂宁货不是现钱结账？什么时候短过他们的款子？这无缘无故的把咱们踢出来，不是明摆着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吗？爸，二哥，发生什么事了？我在后院就听见你们在吵。二哥，今天就收到这点肉，现在咱们这店里每天下午下班的高峰期一到，少说也有上百号人等着买神仙套餐呢。这5斤肉切碎了，按照咱们标准化的分量，顶多只能做30块鸡排，连半个小时都撑不过去啊！这让外面的客人怎么看咱们？没肉了，一块多余的都没有了。不止肉联厂和红星镇，我回来的路上，把沿街几个散户鸡贩子的家全跑遍了。他们一看到我，个个跟见了瘟神一样躲着。有一个相熟的悄悄跟我透露，说县城里几家大饭馆的老板发了话，谁要是敢卖给苏记1块肉，以后县城所有饭馆就折断了他的销路。妈，咱们这回是彻底被人家联手给封杀了。妈，现在该怎么办啊？大江，用不着憋屈，也用不着跟那帮鸡贩子生嫌气，人家这是看咱们苏记挣了大钱，红眼病彻底犯了。既然明着砸锁使坏走不通，就联合起来在源头上卡咱们的脖子，这招数不奇怪。可妈，咱们现在手里没肉，今天下午这大店还怎么开张啊？难不成咱们把门关了，挂个牌子歇业？那咱们这1个月好不容易在电影院广场打响的名气，可就全毁了。那些眼红的同行，指不定要在背后怎么笑话咱们呢。谁说我们要关门歇业了？他们以为卡住了现肉联厂和几个活禽贩子，就能让咱们苏记血本无归？哼，就能逼着咱们去给他们低头认错，做他们的春秋大梦去吧！建国、大江、大河，把门给我开着，卫生照样打扫的能照出人影来。今天下午哪怕只有这30块鸡排，咱们也照样起锅烧油，准时开业。他们想看咱们苏记的笑话，那咱们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打不烂的铁骨头。刘大爷，我是县城电影院广场苏记的，您手里今天能有20新鲜的鸡胸肉吗？
没有，今天统共就收了3只鸡，哪来的纯瘦肉？你瞧错了，去别处问吧。大爷，您这筐里分明还塞着好几只褪了毛的光鸡呢，怎么会没有？价格好商量，我愿意在以前的基础上，每斤再给您添3分钱辛苦费，您就帮忙成不情？小苏同志，你就别难为我这个老头子了。昨天傍晚，县城迎客来的伙计就专门坐着驴车来过镇上了，放了死话。谁要是敢卖给你们苏记1块肉，以后全县城的饭馆就彻底断了咱们的生路。我这一家老小都指望着这几个鸡子换盐钱，实在是惹不起那些大老板啊！整整1个上午，几乎把全县周边能跑的乡镇集市全跑了个遍。每一次得到的答复，除了冷眼便是无奈的拒绝。爸妈，我尽力了，周边的乡镇我全跑遍了，人家一听是咱们苏记，连大门都不让我进。妈，昨天二哥带回来的那最后的5斤鸡胸肉，按照咱们标准化的分量，刚刚已经全部炸完分崩好了，统共就做出来30块鸡排。保卫科老李和几个相熟的工友一进门就买光了。现在厨房里连1两生肉都没剩下了。大娘，今天这柜台里怎么空荡荡的？我的神仙套餐呢？后面排队的工友可都到了，大家在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等着呢。柱子，今天实在是对不住大伙了，由于咱们的货源供应出了点突发状况，今天的鸡排和冰饮没办法继续供应了。啊，不供应了？大娘，那明天呢？后面几天呢？咱们这厂里的人天天可就指望着这一口呢。后面的日子恐怕得先歇上几天，等咱们把货源的事情彻底安顿好了，苏记一定会重新开张。你帮我跟外面的街坊邻居们捎个口信，就说我林晚秋谢谢大家的厚爱，让大伙儿今天先散了吧。大河，去后院把我前几天裁下来的那块干净白木板拿出来，再把柜台上的毛笔蘸满黑墨。妈，难不成咱们真的要认输吗？要是这牌子一挂出去，电影院广场对面那几家饭馆的老板指不定要在背后怎么笑话咱们呢？他们明摆着就是想看咱们老苏家丢人现眼。笑话，让他们笑去。大江，做买卖有起有落，一时的退让不是认输。咱们手里没有合格的肉，如果为了应付开张去买那些病死不新鲜的烂肉凑数，那就是在砸苏记大半年来的品质招牌，宁可1块不卖，也绝不糊弄顾客。大江，去把这块牌子给我堂堂正正的挂在大门口最显眼的地方，把门锁好。今天晚上咱们全家回红星村，关起门来开家庭会议。他们以为卡住脖子就能憋死咱们，那咱们就从原点上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二哥，你别擦了，那柜台都快让你擦掉一层皮了。咱们今天没有生肉下锅，你就是把这店擦得能照出人影来，下午也开不了工。我心里憋屈。老三，你说咱们做买卖不偷不抢，凭着良心和手艺挣钱，招谁惹谁了？那些人凭什么在背后使这种下作手段，把全县城的鸡胸肉都给断了？大江，坐下。做买卖如同上战场，有顺境就有逆境，人家看你日进斗金，自然会想方设法来绊你的脚。你现在自乱了阵脚，反倒让躲在暗处的人看了笑话。爸，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爸，二弟说的对，我今天早上从农机厂出来，听车间里几个城里的工友也在议论，说咱们苏记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那些平时跟咱们竞争的饭馆老板，这会儿指不定在怎么编排咱们呢。哟，您瞧瞧这块牌子，写的还真是有模有样的，暂歇营业。哈哈，这才开了几天的大店啊，怎么说歇就歇了？这你就不懂了吧？庄稼汉进城做买卖，以为手里有点偏方就能当城里人。是迎客来的李老板和聚香楼的赵老板带头搞事的，就是他们。这会儿居然敢主动找上门来冷嘲热讽。二弟，我和你一起出去。站住！谁让你们出去的？爸，人家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外面那几个人不过是借着一时的由头来激怒你们，你们现在冲出去跟他们吵，甚至跟他们动手，正中了他们的下怀。到时候治安队一来，反倒成了咱们的不是。二哥，大哥，爸说的对，那些人就是想看咱们气急败坏的样子。咱们越是不搭理他们，他们心里越没底。赵老板，我听说现在肉联厂和周边的活禽供货紧俏得很，有些没有根基的小摊子，怕是这辈子都打不到一片肉喽。买卖做不下去，还是趁早回村里扛回头种地去吧。城里的饭碗可不是谁都能端得稳的。哈哈，李老板说的精辟。走，咱们回店里去。今天晚上咱们几家老字号好好喝一杯，庆祝庆祝这电影院大街恢复了清静。爸，难道咱们就只能这么干看着，任由这群小人在外面耀武扬威吗？大江、大海，你们记住了，做买卖靠的是手艺、品质和长远的格局。他们联合封杀咱们，说明他们怕了咱们苏记。
如果咱们的买卖不赚钱，他们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小人得势只是一时，他们能在肉联厂和小户身上卡咱们的脖子，说明咱们以前太指望别人了。这次停业虽然无奈，但也是个转机。只要咱们自己找到了不被别人拿捏的活路，到时候这红星县城的客源，他们一分一毫也别想抢回去。爸，我懂了，不跟小人一般见识。等咱们苏记重新开张的那天，我要让这整条街的人都看看，谁才是真正端得稳这碗饭的人。听爸的，咱们现在就收拾东西，今天晚上回红星村。等咱们想出了完全之策，非要把这口恶气连本带利的找回来不可。二哥，咱们不跟他们争一时的口舌之快，货源的源头在咱们自己手里才是净道理。啊，咱们把城里的店关了，这天天不营业，房租和人工可都是在白白耗着。今天纺织厂和保卫处好几个熟客还专门来问，我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二弟，你先别急，爸妈，我今天在厂里琢磨了一天，要不我明天请个假，坐客车去隔壁的长丰县瞅瞅。咱们县的肉联厂被那几家饭馆联合卡死了，长平县那边总管不着吧？大哥，这主意听着行，但咱们得算一笔账。长平县离咱们这儿有30多公里，每天坐客车来回倒腾，运费怎么算？再说了，新鲜的鸡胸肉在这太阳底下折腾几个小时，没等运到咱店里，怕是都要捂出酸味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难不成咱们真要眼睁睁看着那2口大油锅放凉生锈？今天迎客来，那个李老板在门口那个得意劲儿，我到现在一想起来，气得心口都疼。行了，都少说2句。晚秋，孩子们也是心里急。既然你让大河把这段时间开店攒下的家底都拿了出来，你心里肯定已经有了主意。咱们全家都听你的，你就发话吧。大河，你算一下这几个月，连带着酸梅汤和柠檬水套餐，除去房租、油钱、配料和工人工资，净攒下来多少本钱？啊，一共是2462块3毛，这里面有2000块，我今天下午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全部从信用社取成现钱了，全在这儿。妈，咱们手里有这么多钱，确实能撑很久，可天天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您把这么多现钱都取出来，是打算去市里找更大的供货渠道吗？不，咱们不去市里，也不去长平县。那几家饭馆的老板以为联合了肉联厂和周边的散户贩子，就能卡住咱们苏记的脖子，逼着咱们低头去给他们赔礼道歉，把客源拱手让人。我这辈子字典里就没有妥协这2个字。既然他们不让我们买鸡，那咱们就自己搞养殖，从源头上供应。啥？自己养？这能行吗？咱们以前也就是在自家院子里养过几只，咱们这店里一天要消耗那么多的鸡胸肉，这得养多少只才够啊？是啊，妈，二弟说的对，养鸡容易闹瘟疫，这要是大规模养鸡，万一有个闪失，这2000块钱本钱可就全打水漂了。大海、大江，你们俩先别泄气，你们妈说的对，咱们不能一直被别人卡着脖子。咱们苏记的名气已经打响了，县城的店面位置那么好，只要货源稳得住，这买卖能做一辈子。咱们总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回村里继续扛锄头吧？晚秋，这想法我支持。既然别人不给活路，咱们就自己腾出一条路来。咱们爷4个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你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大河，你平时最爱看那些农科院的报纸和养殖技术书，你来跟哥哥俩说说，咱们这鸡到底能不能养，该怎么养？大哥、二哥，其实妈前几天就让我查资料了，我看到过一种新方法，叫科学散养，只要场地够大，肯定行。老三，那咱们去哪儿弄那么大的场地？总不能把咱家这院子全盖上鸡棚吧？场地我已经选好了，咱们红星村后山那片废弃荒地，少说也有几百亩，那地方全是碎石子和荒草，种粮食长不出苗，这么多年一直在那里荒着。明天一早我就带着这2000块钱去找村长，把那片后山整体承包下来。承包后山？妈，那后山荒了10几年了，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上面全是荆棘和野狼，这要把那儿开辟成养鸡场，得脱掉几层皮啊！怕什么？咱们最不缺的就是力气。鸡场建起来，漫山遍野全是活鸡，咱们不仅能满足自己店里的供敬，以后价格比肉联厂还便宜。妈，只要承包下后山，咱们苏记就有了最坚实的后盾，谁也别想再卡咱们的脖子。等咱们再次回到红星县城电影院广场的那天，我要让这整条电影院大街都成为咱们苏记的天下。庆祥叔，起了吗？我是晚秋。大早上的，晚秋啊，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听说你们家在大街上的大鸡排铺子不是刚歇业吗？我还寻思着你们最近要在家里好生歇息几天呢。庆祥叔，买卖歇了，这过日子的脚步不能停。哎呦，晚秋，你这是干什么？你大清早拿这么多现钱上我这儿，是家里出了什么急事要出村吗？庆祥叔，我是来给咱们红星村送福气的，这钱是咱们老苏家用来承包村后头那片荒山的，2000块钱一次性付清，咱们今天就把合同给签了。啥？承包后山？晚秋，你莫不是昨晚睡觉糊涂了？那后山荒了10几年，满地都是碎石子和半人高的刺槐针，连棵正经庄稼都种不活。当年公社想组织大家去开荒，
折腾了3个月，除了磨烂了10几把锄头，连红薯都没收上一筐。你拿着开店挣来的血汗钱去包那片鬼地方，这不是把大团结往水里扔吗？庆祥叔，咱们苏记的大鸡排每天在县城供不应求，如今别人在货源上卡咱们的脖子，所以我们准备自己在后山上搭棚子养鸡。那地方虽然长不出麦子，但地势开阔，通风好，正适合养鸡。晚秋，你真想好了，这字儿1000、2000块钱可就直接落进大队的账上了。到时候你要是养鸡亏了本，大队可1分钱都不会退你的。庆祥叔，我林晚秋做决定，什么时候转过弯，只要大队给的合同年限公道，按政策允许的最长期限批给咱们，这钱您今天就能入账。好，既然你们老苏家有这个气魄，我这个当村长的要是再推3阻4，反倒成了挡人财路的恶人了。办下来了，整整30年，那片山从今天起就姓苏了。晚秋，县城里那家大铺子1天不开门，咱们的房租和人工就在白白耗着。既然合同到手了，咱们爷4个今天中午就搬上山去，1分钟都不能耽误，早一天把山上的经济砍光，咱们的鸡排店就能早一天重新开张。以后这就是咱们老苏家的聚宝盆啊！有了这片山头，咱们苏记的招牌迟早能挂到市里，甚至挂到省城去。说得好，这片山头就是咱们发家致富的根据地。开工！时代的风口永远留给敢为人先的开拓者。林晚秋以山野为画布，以铁锹为画笔，正意气风发地描绘着一段属于老苏家的财富传奇。